史上最强的地震究竟有多么恐怖？每级相差30倍威力，9.5级又是什么概念？1976年，我国唐山大地震爆发，还有08年的汶川地震，都让我们深刻地体验到了地震的恐怖。这些自然灾害不仅对我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还致使无数人为之丧命。可尽管这几场破坏力如此恐怖的地震都没有超过8级，那你知道8级以上又是什么概念吗？1960年5月21号的下午，当时正值智利海军的光荣日，所以很多民众都汇聚在大街小巷，感受着节日的氛围。没人知道之后他们将会面临怎样恐怖的灾难。就在大家享受着悠闲的节日时，突然大地传来了一声惨叫，地面开始疯狂的震动，瞬间房屋倒塌。仅仅一瞬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人群就大批大批的消失在了废墟之中。顿时哀嚎声此起彼伏，与刚才欢快的节日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在地震结束后，一些幸存下来的人还没来得及庆幸，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随着地震的爆发，海水形成了倒灌，紧接着又迅速退落，形成了25米高的浪涛，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智利东部的城市袭来。一瞬间，大浪袭来，沿海的港口以及附近的建筑等等全被海水吞噬。紧接着海水又迅速退去，如此反复足足有几个小时。这些沿海城市可以说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史上最强地震究竟有多么恐怖？每级相差30倍威力，9.5级又是什么概念呢？突然而来的地震打破了智利悠闲的节日气氛，毕竟发生地震谁也无法预料。但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接连出现的余震，这种情况不仅会增大救援人员的救援难度，还会随时让他们面临着生命的威胁。那除此还会让一些在废墟中幸存下来的人再次受到致命打击。在智利的9.5级地震发生后，刚过了18分钟，就再次发生了强度达到6.2级的余震，让很多想要救援自己家人的群众也被掩埋。随后6天的时间，智利境内又发生了超过5级以上的余震59次之多。一波一波的地震不仅唤醒了智利境内的6座死火山，还形成了3座新的火山。据统计此次地震释放的能量是汶川地震的16倍。之后，这场地震由5月21号一直持续到了6月22号，1个多月的时间，智利又接连发生了数百次余震，其中超过8级的大地震就有3次，超过7级的地震也有10几次。这可谓是20世纪规模最大的震群型地震，数万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超过200万人无家可归。放眼过去，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成为了一块块破砖烂瓦。可你以为史上最强的地震就此为止了吗？史上最强地震究竟有多么恐怖？每级相差30倍威力，9.5级又是什么概念？这次地震属于浅源性地震，再加上巨大的强度，对全球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地震引发的海啸，让这个中美洲和太平洋国家都受到了牵连。那些被掀起的巨浪以每小时600到700公里的速度横扫了整个太平洋东岸。紧接着海啸又转向了夏威夷、日本、新西兰等地区。虽然他们和智利相差万里，但席卷而来的海啸还是让日本遭受到了无妄之灾巨大的海啸不仅让日本沿海城镇数百人丧命，还摧毁了数千栋房屋，数万亩耕地被毁，成为了这场大地震除了智利受灾以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地球每年都要发生500多万次的地震，其中大部分都是太小，所以无人能够感觉到。可偏偏这场旷世灾难为什么就发生在了智利呢？其实这和智利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智利正处于纳斯卡板块与美洲板块结合线的边缘，所以这两个大板块一旦发生摩擦，就会对智利带来巨大的地震灾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才让智利成为了地震最频发的国家之一。仅2020年1年内，智利就发生了多达7826次的地震。虽然智利面积只有75万平方公里，但是在如此狭小的面积里，却藏着2900多座活火山这是世界上火山最多的国家。
这些火山就像悬在智利人民头上的一颗炸弹，随时都会爆发。所以呢，智利目前对于地震的防护措施相对比较成熟，比日本都强。这次大地震呢，也让智利人民从中学习了不少知识，才让之后智利对于地震能够成熟的应对。那视频前的你们还知道哪些应对地震的措施呢？欢迎大家留言评论。最后呢，别忘了关注老萨，给老萨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